歡迎收聽一道微光同志小說，作者書野，故事馬上開始。給白啟遠看過了錄取通知書，唐玉成就再沒回過家。有意思的是，他人雖沒回來，但他巨大的單人海報倒是在某一天突然出現在了家對面的公交車站上。白啟遠每次出小區，一抬眼就能撞上那張熟悉的卻又讓他生氣的臉。唐玉成隔三差五就打來視頻電話，起初白啟遠的氣還沒消，一次都沒給唐玉成面子，直接拒接。但唐玉成这人非常有耐性，依然堅持不懈，死纏爛打。你不接他就繼續撥，直到白啟遠冷着臉按下接聽鍵。幹嘛？白啟遠，你終於肯接我電話了。屏幕裡唐玉成的臉有些疲憊，白啟遠看着手機畫面裡的人，眉頭擰得緊。你看你都累成什麼樣了，你們演员黑眼圈這麼重，還能上鏡嗎？唐玉成在屏幕那端突然笑了起来。呵呵，你關心我的樣子真的很可愛。你越来越没正形了，快跟梁浩天有一拼了。白啟遠有些不自在地移開視線。反正你就是可愛。你要是再油嘴滑舌，我掛了。白啟遠做事要切斷通話。別，我不說了，你別掛。唐玉成收斂了下自己的語氣，聲音帶着點黏糊糊的討好。你就看在我給你打了這麼多次電話你才肯接的份上，再跟我多說幾句，哪怕使點勁多罵罵我也行。白啟遠不吃他這套，不想再給他回應了，免得助長唐玉成那剛萌芽的沒皮沒臉。我知道，因為我報 A 大的事，你心裡這口氣一直不順。可我跟長根叔通過電話了，他都釋懷了，那你也別糾結了，行不行？我是眼睜睜地看着你放棄了手裡的王牌，我跟他的角度不一樣。什麼王牌？沒你說的這麼誇張好不好？是啊，大家都釋懷了，好像只有我還在糾結他沒去清大這個事情。其實此刻白啟遠心裡也有點複雜，到底自己是在氣唐玉成沒報清大，還是害怕承認唐玉成可能是為了自己才選擇 A 大的事實。對了，長根叔跟我千叮嚀萬囑咐，說既然上了 A 大，就讓我好好照顧你，別讓你累着。這可是他的原話，別讓你啟遠叔太累，為了你的前途，他耗費了多少心血。你先看看你自己，現在的你似乎比我還累，該休息一下的人是你。行了，你別貧了。這怎麼能叫貧呢？長根叔親口交代的，不信你去問他。各自屏幕前的人突然安靜下來，只剩下兩人高低起伏的呼吸聲。唐玉成的眼神穿過屏幕，直勾勾地盯着白啟遠。你要是沒什麼事，我就掛了。啟遠叔，大學開學前，我打算在外面找個房子搬出去住。白啟遠蓦地愣住了。搬出去？你要搬去哪兒？還沒定，但最近已經在看房子了。根據唐玉成一貫的做事風格，這應該不是他隨口一說。白啟遠一時間竟然有些無所適從，雖然沒想好該說什麼，但現在此刻這個時間點不能留白，否則就會讓對方察覺到自己很在意，他必須要說點什麼，不能讓他發現自己的這點心思。行，你既然這麼決定了，就這麼辦吧。不過你放心，我不會離你太遠的，你有什麼事隨時叫我，我隨叫隨到。我能有什麼事？白啟遠硬邦邦地回了一句。呵呵，誰知道呢？唐玉成微微輕身，湊近了鏡頭，調侃道：譬如哪天你跟宋毅吵架分手了，我隨時可以過去陪你喝喝酒，解解悶。你誠心不盼我點好是不是？掛了。白啟遠猛地掛了電話。唐玉成的耳邊響着忙音，他拿手機的手從耳邊滑落到大腿上，一種失落與潰敗在他的眼睛裡顯露無遺。這種挫敗感最近並不陌生，他參演的電視劇剛開拍也出師不利。咔，不行，台詞說的不夠順，再來一遍。咔，剛才那個笑太刻意了，皮笑肉不笑的，我要的是那種不經意間的苦笑，明白嗎？情緒再沉澱一下，我們再來一條。咔，停，眼神太散了，你現在是去復仇，不是去走紅毯，眼神要凌厲，像刀子一樣，明白嗎？來，看着我。導演親自下場示範了一下，要這種眼神，懂了嗎？再來。咔，這回好一點了，但還不夠，再來一遍，爭取這條過，大家就能開飯了。作為一個毫無經驗、非科班出身的新人，唐玉成知道自己必須要付出100%以上的努力。他每天劇本不離手，如果今天沒有自己的戲份，他也會泡在劇組裡看別人演，邊看邊留心學習。即使等深夜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到酒店，洗個澡後繼續看劇本，揣摩角色。在這樣高強度的壓力下，每天最能讓他產生期待的就是給白啟遠打視頻電話的那幾分鐘。雖然白啟遠還在生他的氣，但他管不了那麼多，誰叫他喜歡他呢？愛情這種東西本來就讓人盲目，根本不是理智能夠控制的。
一天晚上，跟白启遠通話結束後，經紀人陸征的電話接踵而至。明天沒有你的戲份，有個平面廣告試鏡機會，去不去？公司倒不是什麼大品牌，但給的價不低。當然去，你知道我的，來者不拒。哦，那好，雖然我按你的要求盡可能多的給你安排工作，也能理解你想趁着年輕多掙點錢，但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你還是要悠着點。萬一真扛不住了，趕緊吱一聲。我會的，目前的工作量我還應付得來。那就好。還有，你之前不是托我找房子嗎？我一個朋友剛好有套一居室空着，就在學院路那一帶，地理位置完全符合你的要求，而且房子很乾淨，家具也齊全，1個月3500。怎麼樣？趁着明天有空，你也可以去看看。還看什麼呀？陸哥，你覺得好的房子，我還有什麼好挑的？就它吧。好，那就這麼定下來了。房子的合約我回頭拿給你，之後你就可以拎包入住了。好，謝謝陸哥。第二天到達試鏡地點的時候，唐玉成見到了品牌方 Novus。唐玉成對這個名字再熟悉不過。當知道是為 Novus 的產品代言的時候，雖然不免後悔當初沒問清楚就來試鏡了，但人已經來了，也不能直接撂挑子走人。腿雖然長在自己身上，但畢竟他代表的是公司而非個人。他和其他試鏡者站在一起，最前方站着的甲方代表是一個身材嬌小、說話很有條理且幹練利落的年輕女孩。她年紀看起來與唐玉成相差無幾。她先給大家簡單介紹了產品特點，隨後解釋了一下目標受眾，最後重點描述了他們品牌方期待呈現的狀態。這時棚內一前一後走進來2個人，對面的女孩看到他們，立刻放低姿態迎了上去。宋總，張特助。小李，不用管我们，你繼續。好的，宋總。女孩重回大家面前，繼續講解着品牌調性。唐玉成怎麼會不認識女孩口中的這位宋總呢？宋毅，霸佔他心上人的人。唐玉成心裡的波瀾沒有外顯，他繼續面無表情地聽着女孩的講解，但他能感覺到不遠處坐在沙發上的宋毅也正用不太友善的目光打量着他。顯然，宋毅也認出了他，他投射過來的目光似乎要將他看穿，畢竟他們上一次的見面並沒有一個愉快的收尾。甲方代表解釋完，參加試鏡的人逐一開始。當輪到唐玉成站到了鏡頭面前時，他跟着攝影師的指令做着動作。這個過程中，本來坐着的宋毅站了起來，走到女孩的身邊，低頭跟她說着什麼，然後就示意特助張旭跟他離開了。等唐玉成試鏡結束後，他就去了洗手間。洗手間入口是 L 型設計，開放式的。他剛邁步走近，還沒拐彎，便停下了腳步。裡面傳來一陣陣曖昧的喘息和衣物摩擦聲。唐玉成輕輕吐出一口氣，他可不想破壞別人的好事，正準備轉身離開，裡面卻再度傳來緊繃的對話聲。宋總，我有點受不了了，咱們能不能換個舒服的地方繼續？聽見宋總2個字的唐玉成頓住，並慢慢放下那隻微微抬起的腳。是宋毅，他跟別人在這兒鬼混，他背叛了齊遠書這個混蛋。怎麼這麼快就受不了了？宋毅的聲音帶着笑意。你之前跟我說你喜歡這種不斷切換場景的玩法，所以我才為了你特意選擇了這裡。但這裡有點……總之，宋總你真壞，你就是喜歡看着我難受。呵呵，你這句倒是說在點兒上了。伴隨着一聲低笑，宋毅猛地俯下身，重重地在特助反着水光的唇上吮了一下。唐玉成靜靜地後退了幾步，然後故意重重地咳嗽了幾聲。前段時間在劇組學到的演技，在這一刻派上了用場。他不想看到裡面那2個人苟且的畫面，提前咳嗽幾聲，給他們留出反應的時間，等自己進去的時候才不會被對方惡心到。他還特意停頓了一下，才神色從容地邁開腿往裡走。果然，等唐玉成進去的時候，那2個人保持着正常的社交距離。宋毅正對着鏡子整理頭髮和領口，側目瞥到了他。哎呦，這不是白教授的侄子嗎？哼，確實好久不見。沒想到會在這兒碰到你，原來你現在在做模特。宋毅說着，眼神裡帶着顯而易見的不屑。唐玉成壓低聲音，冷聲警告：如果你不是真心喜歡齊遠書，就放過他。宋毅嗤笑了一聲，不緊不慢地整理着領帶。白齊遠，我已經好長時間沒看見他了。唐玉成眉頭一皺，什麼意思？他早就從我公司離職了，我們也分手了。怎麼，白教授都沒告訴你這些？看來你這個孝順侄子，在他心裡也沒什麼分量。原來是分手了，不是被劈腿。你今天的試鏡失敗，我就直接告訴你結果，不要有任何的期待了。張特助，咱們走。
說完，宋毅就和特助離開了。唐玉成也預料到這個結果，關鍵他也不在乎這個，掙錢的機會想找總會找到。但他糾結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白起遠為什麼要跟他撒謊？他立刻掏出手機撥通了白起遠的電話，可对面並沒有接聽。他看了下表，才下午2點，應該還在外面教課。他有點着急，想盡快聯繫上他，卻也只能在那兒自己幹着。考慮到白起遠可能正忙，唐玉成決定發條短信，這樣就算他不接電話，也能第一時間知道他在找他。此時的白起遠確實是在外面上課呢，手機處在靜音模式當中。等課上到一半，趁着10分鐘課間休息，他才打開手機看了一眼，屏幕上顯示着10個未接來電以及1條短信。宋毅对你好不好？白起遠有些莫名其妙，抬手回复：你大白天是不是没正经事干？这个问题很重要，請白教授認真回答。他這又是演的哪一出啊？我們挺好的，他對我挺好的。他還強稱好，明白了，晚上給你視頻電話，別忘了給我接。到時候再說吧，晚上我還要備課，所以不能向你保證什麼。好吧，我知道你還在生我的氣，我會等你的，但請不要讓我等太久，我怕自己會失控。唐玉成回復完，把手機緊緊攥在手裡，整個人背過身，靠在洗手台邊，一股無法抑制的興奮從心底蔓延開來。他喃喃自語：他們分手是誰先提出的呢？那我是不是可以追求白起遠了呢？